美国2026台海兵推结果出来了，这个为了能更好应对未来台海可能发生的大国冲突，美国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兵棋模拟啊。基本规则呢是这样子的：首先，日本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支援，但并不直接参战，在特殊情况下会参战。然后呢，台北地区方面，守军固若金汤，解放军不可能登陆，但如果在南侧登陆，可以很快打下来台北之外所有的台湾平原地区。美国陆战队直接介入将受到巨大损失，在搞定解放军空军之前，美军无法进行战时空运增援啊。在这些规则的限制之下，美国模拟了24个场景。文虎在这里给大家挑一些最具代表性的场景出来说说啊。首先，第一个，美国国会内部疯狂扯皮。假设解放军卡在美国大选年发起统一祖国的行动，那么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双方会因为各自不同的政治倾向性发生内部分裂，最终在长期扯皮的情况下，一直拖到解放军顺利解放台湾都没能下达出兵命令。这个结果看上去很离奇，但考虑到目前美国极端分裂的内部政治环境，该情况出现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啊。当然，这是美国人完全没法出手的情况，有没有中国完全没法出手的情况吗？也有啊。只能说这个美国兵棋推演者的脑回路也是离谱，假定了就某些扮演我国的这个推演者害怕日本参战，不敢反击。结果呢，解放军全力防守福建，只派小分队收复台湾。结果是小分队被灭啊，然后防守福建的部队呢给美国一定打击，但由于没有主力攻台，所以日本没有介入啊。中国大陆安全了，但是台独分子阴谋得逞啊。本虎看到最后只能说你这奇葩脑回路啊，还是看看医生比较好吧。除了这两种极端情况之外，最受关注的自然就是解放军和美军日本正式拉开架势打啊。结果是什么样子呢？首先，双方只在台湾附近进行舰队接战。美国方面将损失掉2艘航母、10到20艘水面作战舰艇，3周作战里阵亡3200人啊！不管美国总统是谁，这样的损失都足以让他在一场局部战争中下台了。当然，在这个模拟中，我国也没有好处啊。在3周时间里呢，海军化为乌有，两栖部队核心战力瓦解，报告预估会有1万阵亡，损失155架战斗机，138艘潜艇。台湾方面呢，海上军力和空中军力彻底瓦解。美国方面，护卫舰、运输舰队被解放军空军、火箭军定点狙杀。结果是，即便届时解放军已经失去了登陆台湾的能力。台湾陆军呢也仍旧没有投降，那美国也不可能实现援助台湾的目的了，因为失去了海军的运输手段，美国和他的盟友不可能把舰队和援助投送到台湾。这与乌克兰的情况完全不同啊！毕竟乌克兰不管局势再怎么恶劣，北约都可以通过陆路运输把援助送到乌克兰境内，但海上不同啊，你援助过不来，剩下的就是解放军钝刀子割肉，最终我国仍旧实现了终极战略目标。然后就是假设如果日本自卫队也来参战，那日本就完蛋了。兵推中解放军的扮演者将会放开自己所有的限制，直接反击驻日美军基地啊！日本损失超过100架作战飞机，26艘舰艇，本土所有美军基地遭受打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海军就不会受到那么严重的损失了，因为日本的参战意味着中国可以提前对美国在日本部署的军事基地和补给设施进行打击，这样美国的远征部队无法发挥最大程度的战斗力啊！该结局是所有兵推里面美国最惨的一个。解放军第一岛链的优势被完全发挥，导致没有多少损失，美日却损失殆尽，台湾也被顺利武统啊，里子面子都丢了。除了这些颇具代表性的结果之外，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细节，比如说美国正常情况下平均每局都会损失500架战斗机、20艘水面舰艇，还有2艘航母，最多时候损失了900架以上的战斗机。而目前美军的战术空军呢，有1300架战斗机啊，按照平均值计算，美国也损失了将近1半的战斗机，也会对他们的全球战术空军部署造成严重打击。其次，美国的制胜法宝是空射远程反舰导弹拉姆斯和潜艇。在一场推演中，拉姆斯对美军推演方来说简直就是久旱甘霖呐！如果打击无法到位，会导致局势迅速恶化。最后，美国人所谓摧毁中国全部海军的推测是建立在中国导弹存量不够的基础上的。他们猜测解放军的导弹只能打20天，到第21天时，
将会无力对第二岛链集结的美军发起反击，然后中国舰队被陆续击沉啊。关于这一点，我只想说他们的预测就没对过。到今天为止，美国人都预测了几次俄罗斯导弹被打空了啊！再加上这次解放军突入第二岛链的航母编队啊，对美国关岛进行模拟打击，美军方面也觉得这次推演可能不太靠谱，自己之前大概率是有点小看中国了。目前，美军正对自己的军事部署做如下调整，包括建立大量的导弹艇、潜艇，生产更加廉价的战斗机，补充给亚太空军，增加拉姆斯导弹投放能力等等。很多军事专家说，这种转变反而是美国人结合推演结果和现实之后产生的不自信的表现。美国的霸权将很有可能因为台湾而正式终结。